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不及《长相思》安乐传仅拿5.9分，迪丽热巴还能试错几次？8月中旬，包括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主演的《长相思》，程毅、曾舜晞主演的《莲花楼》，以及迪丽热巴、龚俊主演的《安乐传》等多部暑期档电视剧开分。其中《长相思》和《莲花楼》成绩不错，分别拿下7.6分和8.0分，唯有《安乐传》独自堕落，仅拿到5.9分的成绩，还未及及格线。看了一下网友的评论，大家最终给出这样的成绩，大概5个原因：其一，剧情拉胯，后期注水感严重；其二，滤镜奇怪，特效廉价；其三，服化道以及布景虚假低劣，毫无代入感；其四，人物造型单一且重复，致使观众视觉疲劳。最后，演员演技一般，男女主基本没有 CP 感，就这么一整套操作下来，愣是把原本定级 S 的项目打出了 B 级的水平。说来，《安乐传》开播前，粉丝们都盼着这部剧能给男女主角在事业上打开新局面，但现在再看，没有损失就已经烧高香了。龚俊这边虽然在2021年凭借《山河令》赶上了单改的末班车，但因为对家的失声，他的后续也表现乏力，粉丝跟着流失，再加上作品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都较为一般，如今可谓是雪上加霜。不过好在他的演员之路才刚刚起步，后面还跟着堪称惊天巨饼的狐妖小红娘，机会或许还是有的。相比之下，迪丽热巴的情况可能就没那么轻松。自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后，迪丽热巴的爆剧似乎只有和杨洋合作的《你是我的荣耀》，但这部作品的热度恐怕只能被界定为爆了，但没完全爆的程度，收获的粉丝留存率和转化率并不算高。剧集播出时的大部分热度都来自剧抛型粉丝，剧集完结后即刻散场。而在《你是我的荣耀》之后，迪丽热巴就迎来了3连扑，除了上文提到的《安乐传》之外，一部是和任嘉伦合作的《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另一部则是和佟大为合作的《公诉》。前者仅拿到5.6分的成绩，刚开播就被喷得体无完肤；后者一度被不少粉丝寄予厚望，也被观众们视为迪丽热巴试图转型的作品。但电视剧播出后，大家不得不承认迪丽热巴和正剧的适配度，就目前来说，好像还不是很高。可能有人会说，也就是扑了3部剧而已，以前也不是没扑过，没什么可担心的。话是这么说没错，但2023年，观众好像变了。之前《我的人间烟火》和杨洋已经印证了这个事实，观众在这个夏天不仅学会了拒绝，还学会了反击。因为属于流量型演员，新剧播出前不光有片方的宣传攻势，粉丝也会尽可能的帮其造势，再加上偶像剧积累的饭人气，这类演员每次有新剧播出，都会拥有相对更高的关注度和期待值。但这也意味着若剧集呈现不如预想，等量失望的情况下，会收获观众更多的怒火。所以，即便迪丽热巴的演技没有仅粉丝可见，粉圈风评不算太差，看起来距离杨洋也还很远，但依然无法确定喜怒无常的观众们会在哪一次被烂剧激怒后突然按下淘汰键。看了一下，迪丽热巴下一部作品应该是《利剑玫瑰》，作品的导演是 TVB 的苏万聪，使徒行者系列、创世纪前航阻击铁探等均出自他之手。一起搭档的男演员是金世佳，整个剧本故事也围绕着女主展开，内容讲的还是极易引发社会共鸣的打拐，搭出这么好的台子，希望他这次能抓住机会吧。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